多新手小白经常问我，买了新车要不要贴窗膜？买窗膜是不是越贵越好？几千块的进口窗膜和1000元级的国产品牌相比，应该怎么选？大家好，这里是三驱兄弟。给爱车挑选窗膜就像买衣服，合适最重要。但汽车贴膜的水非常深，秉承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精神，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将自己花费很长时间梳理的窗膜挑选知识点做成了视频以及万字 PDF 手册。感兴趣的可以查看简介领取全套 PDF 手册。这次是真的很累，所以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车企为什么不选隔热性能更好的玻璃或出厂就自带窗膜？核心还是成本。贴过窗膜的朋友应该知道，只能慢工出细活，和工厂流水线天然不搭的。让车企请一堆工人，几个小时就为贴一辆车的窗膜，这是不现实的事。并且原厂玻璃它只能说适合厂商，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消费者。车企选择哪款玻璃，往往是基于性能和价格的综合考量。一般中标的厂商都是大牌且便宜的，车企自然可以选用更好的玻璃，但毫无疑问得加钱。另外说句良心话，买窗膜真没有必要只看品牌就无脑冲，很多大牌的低端产品未必比得上国产的中高端系列。就如田忌赛马一样，在研究窗膜品牌特性之前，建议各位车友先明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否则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结果到头来发现贴不了，那就有些白搭了。窗膜又名太阳膜，主要贴天窗以外的玻璃，主要看3个参数。透光率，根据国家交通法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汽车前挡风玻璃和前侧车窗的可见光透射比应该大于等于 70%， 因为人眼的可视距离是和射入人眼的可见光成正比的，而 70% 就是一个转折点。低透光率会严重影响到行车安全。根据福耀玻璃在2019年申请的专利，可以简单的推算出前挡风的透光率应该在 80% 左右。目前市面上很多窗膜产品都宣传自己的透光率在 70% 以上，假设透光率 80% 的前挡贴了一个透光率 70% 的窗膜，那么前挡的实际透光率就只有 56% 了。所以各位车主在贴前挡风和前侧车窗太阳膜的时候，一定要先测一下玻璃的实际透光率。反光率影响的是前排驾驶人员的感受，如果内反光率高，前风挡就会倒映出中控仪表的倒影，影响驾驶员对车外物体的判断，特别是前挡和前侧车窗后视镜的位置，对行车安全影响非常大。并且高反光率的窗膜还会让车产生一种廉价感。一般来说，车窗玻璃的反光率大概在 8% 到 16% 之间，一旦反光率超过 20%， 在车窗外光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比如雨天、清晨、夜晚等，就会对行车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某些品牌的智能光谱膜可以将单向反光率控制在 10% 左右，高端产品甚至可以控制在 6%。 所以各位在衡量汽车窗膜反光率的时候，可以将前挡控制在 13%， 侧挡的反光率控制在 19% 以内，是相对安全和舒适的。隔热率，这也是大家贴窗膜的核心原因。夏天在户外停1个小时的车，车内就热得不行，仪表台甚至可以达到60-70度，而且过高的温度也会导致车内的各种有害气体超标。比如之前懂车帝就做过极端实验，将车在地表温度80度的吐鲁番进行暴晒2个小时之后，车内的各种有害气体就明显超国标了。当然这也是极端情况，一般来说普通家用车的隔热率大概在 20%， 前挡和前侧车窗因为透光率不能低于 70% 的要求，所以一般来说隔热率超过 40% 都是 OK 的。需要注意的是，透光和隔热是反比关系，没法两头抓，只能2选1。这里也简单的教大家如何算出窗膜的实际隔热率。太阳能总阻隔率等于红外线阻隔率乘以 53%， 加可见光阻隔率乘以 44%， 加紫外线阻隔率乘以 3%。 窗膜从工作原理也分为2种，吸热膜也就是市面上的陶瓷膜，和反射膜也就是金属膜，两种各有优缺点。吸热膜通过涂附在透明聚酯膜的表面的吸热剂，吸收太阳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来减少车内温度的升高。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热量，膜本身的温度可能会上升，热量就会以远红外的形式向车内2次辐射，并不能达到持久隔热的效果，但好处是对车内的隐私保护效果更好。反射膜通过在透明的聚酯膜上渐度多层金属反射太阳的红外线和紫外线，来减少车内温度的升高。这些膜的表面具有一定的反射性，使得热量和紫外线在达到窗户之前就被反弹回去，但是可能会造成镜面效应，影响驾驶员的视线，以及会一定程度影响车内的手机信号。今天我们的窗膜推荐，每款窗膜的详细参数也都会在视频里标出。当然各个品牌的产品层出不穷，暗部并不能把所有产品都亲身体验横向对比过，所以更多只是做了整理工作，抛砖引玉。也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使用体验。不过双11就要到了，拼多多双11百亿补贴，狂撒超大额券包，不用蹲点付尾款，简单粗暴直降，各类目价格超低，不惧比价。打开拼多多，搜索85115，点击图片或评论区链接，
直达100亿补贴活动，想贴窗膜，龙膜特斯拉 Model 3补贴价只要2049，相比其他平台直降219元。想买显卡，索泰4070 台 Trinity 月白补贴价只要5978元，相比其他平台直降721块。想换手机 iPhone 15，拼多多补贴后只要5048元。相比官网直降951元，全系更是至高直降2000多，省下来的钱，原神还能再抽几发648，简直爽翻。除了 iPhone， 像华为 Mate 60、小米14，100亿补贴都有好价。100亿补贴所有商品都是假一赔10，有品质险双重保障啊，真香啊！1000元以下多为入门窗膜，可以看看中国航天山油的魅蓝套餐。山油是世界窗膜协会9大制造商会员单位之一，同时参与制定了我国汽车膜执行标准。这款窗膜全车使用的都是纳米陶瓷膜，并且前挡的隔热性也是做到了53%，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为数不多的缺点可能是侧后挡的隐私性较低，也可以看看锐盾 R6 系列。锐盾是国产品牌，性价比不错。R6 属于锐盾的畅销款，这款使用的是磁控建设金属膜，性能相对均衡，但是耐久性一般。1000元到2000元的选择就多了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品牌的入门款，比如强生的玉石水晶领域系列，Sam 的铂金朗清系列。强生同样也是世界贴膜协会的倡导者和成员，相比其他的国际品牌，强生的产品偏向于高性价比、高透光。玉石为入门款，前挡采用纳米陶瓷，82%的透光率，侧后为磁控建设金属，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了，适合较为在意性价比的车主。水晶系列则是将车膜都换成了纳米陶瓷，前挡的透光率也进一步提升到了90%，内反射率也进一步降低到了7%，并且还有不错的隔热效果，适合追求前挡高透光性和低内反光率的车主。领域系列属于强生的中高端产品，使用的是氧化钛陶瓷膜，综合性能较为突出，在透光率和隔热性上做到了较好的均衡，比水晶隔热性要更好一些，适合追求综合性能的车主。Sam 也是世界知名品牌，他们家的产品采用的是 Sam 自家的多层光学膜纳米专利技术，可以将200多层合并为一张厚度还不及 A4 纸的薄膜。铂金系列最大的亮点在于前挡采用纳米化合物，将透光率达到了92%，但缺点就是隔热性一般，适合对前挡透光性有高要求的车主。朗清系列属于 Sam 的入门热销款，将紫外线隔绝率做到了99.9%，但缺点依然还是隔热性一般，适合在意防晒的车主。2000到4000元，美机 X 王中王、龙膜畅领80、Sam 博瑞、威固 VS80 加 KS 侧后。美机是国产品牌 ，X 系列的磁控复合全车膜算是镇店之宝，是这个价位性价比最好，同时还终身质保的产品。龙膜畅领80是经典畅销款，全进口，全车纳米陶瓷膜，不会阻隔信号。博瑞是 Sam 的高端款，隔热性、防晒性、透光率都不错，综合性比较好，并且前挡还使用了独特的多层光学膜技术，隔热性能会随着摄入角度不同增加7%到9%。美机王中王采用了氮化陶瓷加磁控金属复合全车膜，将前挡的隔热率做到了58%，同时反射也比较低。威固也是顶级车膜品牌之一 ，VS80 是威固的畅销款，多层纳米陶瓷膜不阻挡信号，同时也使用了自家的 XIR 光谱选择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同等透光率条件下，比普通窗膜提供更高的热阻隔。最后也说一下如何选电和鉴别真伪，我的建议是优先选择有无尘车间的，这样可以在贴膜的时候降低灰尘附着在玻璃表面上的可能，减少气泡的产生。再不济也要找一个有着干净整洁的室内环境的店。首先我们就需要看看有没有品牌的授权牌和质保卡，有授权牌意味着是该厂商的特许经销商，在质量上会更加有保障。质保卡都会有编号以及厂家的电话和检测地点供消费者查询，如果没有可能就是假货了，以及对比包装上的卷号和膜轴上的卷号是否一致，有没有修改的痕迹，要是有的话可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劣质膜。现在的主流品牌包装上都会印有原产地的标签，膜轴的内壁也会有标签和卷号。接着摸，好的窗膜会有厚实感和平滑感，劣质膜则会摸起来又薄又软，没有韧性可言，轻微一折就容易起皱。闻，优质膜因为采用的是环保胶，撕开之后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性气味，劣质膜因为采用的胶成本低，质量次，在撕开内衬之后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划，用指甲在窗膜上划一下，因为优质膜的表面会有一层防滑涂层，膜不会那么容易被划伤，出现了划伤就意味着这可能是劣质膜。贴膜的完整工作流程，先检查膜片，然后裁剪，做好贴膜前的准备，清洁玻璃和窗框，
烤膜、定型、撕衬、刮水、修边、清洁、检查。在以上步骤或贴完之后，一定要盯一下或者方方面面的检查一下有没有气泡、折痕，不然气泡会越来越大。贴完膜之后是否会遮挡视线？这里需要说一下，3天内出现气泡，大概率是贴膜师傅技术问题；3天之后，大概率是膜本身的质量问题。但只要是在质保期内出现气泡、脱胶等问题，都是可以免费补发和重新施工的。但是返工毕竟也要时间，所以能一次搞定尽量一次搞定。贴完膜之后，如果是夏季的话，最好在3天之内不要升降玻璃，冬季则为1个星期。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